流泉是一個非常經典的垂枝型日本楓樹品種，枝條自然下垂，姿態飄逸，而且在耐熱與環境適應性上的表現不錯，因此一直是市場上很經典的長銷型品種。也因為它本身表現優秀，後續延伸出了不少帶有流泉基因的新品種。這些品種除了維持原本的垂枝造型之外，在葉色與季節表現上也出現了很多變化。今天我們就把目前市場上的流泉系列楓樹一次帶你完整看清楚。首先，流泉學名 Ryusen， 借由這份美國植物專利證書，我們可以確定流泉是在1990年夏天在日本埼玉縣川口市小林楓樹園被發現的，發現時是全株自然突變，品種選育人是小林和元。流泉在春季葉色是黃綠色，入夏後綠葉轉深，秋季時葉色從亮紅色到深橘色都有可能同時出現在一棵流泉楓樹上，配合流泉枝條自然下垂的特性，相當具有觀賞趣味。因為流泉這品種相當受市場歡迎，借由流泉枝條的芽變選育，首先出現了黃金流泉。在中國，黃金流泉又被分為桂版與橙版。依中國苗圃園的說法，桂版是流泉與桂 Cassura 授粉而得，而橙版則是橙之夢授粉所得。不過，按照自然幾率，流泉要跟2個品種授粉，同時遺傳流泉的枝條下垂特性，然後葉色又遺傳了橙之夢跟桂的特色。我覺得自然的幾率是很低的，低到不可能。如果有那麼簡單，就可以借由授粉去得到2個品種的特色，那麼我想現在市面上早就一堆所謂的金隱三合八房、秋月三合八房這類的新品種了。所以比較可能的還是在目前現有的流泉中，從色彩變異的枝條截取下來選育的。亮黃版的稱為桂版，橙黃版的稱為橙版。因為目前國際上沒有所謂黃金流泉的品種註冊販售，畢竟流泉 Ryusen 是專利品種，新的品種用 Ryusen 字眼會有法律上的疑慮，所以目前歐美對流泉的後續新品種普遍都是用 Cascade 或 Waterfall。舉個例子，目前美國販售的 Yellow Cascade 黃色瀑布就跟亞洲的黃金流泉很類似，不過歐美並沒有所謂橙版或桂版的區別。接下來呢，則是最近這幾年才開始進入市場的流泉家族成員。首先是2021年在歐洲收穫荷蘭 KVBC 新品銅牌獎、英國 HTA 灌木類別銀牌獎的檸檬流泉 Cascade Citrine， 由荷蘭知名苗圃業者 Van Song & Cote 所培育。春季是檸檬黃色，入夏後轉為有層次的翠綠色，不是深綠色，所以整體會有小清新的感覺。相對於流泉的葉形跟葉色來說，有種很明顯的現代感。秋色是橙紅，檸檬流泉的葉子明顯比流泉要小一圈，整體感覺起來比流泉更多了一些精緻小巧的感覺。但是可惜的是，沒有遺傳到流泉耐曬的基因。夏季不遮陰會曬傷，這點要注意。接下來則是一樣由Van Song & Cote 推出的紅寶石流泉 Cascade Ruby， 於2021年推出當年得到了 HTA 灌木類別金獎。紅寶石流泉春季新葉為紅色，二次抽枝時新葉呈現粉紅色，搭配已轉綠的舊葉，相當具有觀賞的層次感。秋季則是整體轉為紅色。我的紅寶石流泉入手比較晚，4月底才地栽，葉色已經轉綠，跟流泉的差異不大。不過枝條是很明顯的紅色，跟流泉有明顯的差別。網絡上以及苗圃普遍的反應是，紅寶石流泉比流泉更耐曬，生命力更好。不過可能因為我的這棵是小苗，而且剛移植地栽的關係，5月30多度的高溫，葉間已經有點焦葉了，
所以移植過後的第1年，如果不好好養護，像我這樣放養的話，再怎麼耐曬的品種，因為根系還沒有健全，還是難逃高溫蕉葉的。明年再來評估耐曬的狀況。最後是同時間推出的翡翠流泉，同樣也是荷蘭 Van Song & Co 推出。主要的特點與流泉相比，葉形更修長了一些，紅葉的時候偏粉色。因為2022年左右才開始引進亞洲銷售，短期看起來跟流泉的差異不像檸檬以及紅寶石流泉那麼明顯，買的人也比較少，所以可以查到的回饋也相對來說比較少一些。如果不是品種收集愛好者的話，翡翠流泉可以留在最後考慮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期的節目內容。看了流泉家族這麼多成員，你最喜歡的是哪一款呢？歡迎在評論區留言告知。點讚訂閱，我們下個節目見。